嗯嗯嗯，那如果是恶性的，是不是就是卵巢癌啊？是的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腹痛的原因，所以明天会安排病人做一次详尽的健康检查。等结果出来，我们会再做跟进。今天就先留院观察，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护士说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快点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说你呀，是这些日子吃了一肚子的怨气，火气攻心，大肠小肠全部都搅拌在一起，不痛才怪。啊，我现在也大肠小肠全部搅拌在一起了。思源走，陪我去吃点东西。啊，我不饿啊，肯定就在楼下而已，你自己去吧。你陪我去，要不然我会迷路的。就在楼下而已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我陪你去。你妈妈她还好吗？哦，医生说要等明天做全身检查才能知道，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啦。那就好。小帅哥，你是演员吗？我是不是有跟你演过戏？阿姨，我不是演员，不过我送过外卖给你，也帮你发过传单。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小帅哥啊，怪不得那么眼熟。哎，奇怪，我妈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你妈妈她昨天喝醉了。我妈喝酒前跟喝酒后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她又乱打电话，然后被你接到。嗯。你就是昨天跟林丽在一起的小鲜肉。哦。昨天辛苦你了。还好。我妈她一定喝得很醉吧？是有那么一点点。这是林丽吐的吗？哦。那她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没有。什么事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你不舒服，为什么不看医生？我以为只是小事。你总是这样，不懂得照顾你自己。我以为自己可以忍下来，就会没事的。怎么知道还是痛？这样吧，今晚我留下来，明天陪你一起做检查，好吗？不用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可以呢？你送妈还有思远回去吧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梅德林早，轮到你做检查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梅德林要去做检查。你先回去吧。
我是在这里等你。Madam Lim， 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的卵巢有一颗肿瘤。我们建议你尽快接受切片检验。手术中我们会取一部分组织去化验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这颗肿瘤究竟是良性囊肿还是恶性肿瘤。那如果是恶性的，是不是就是卵巢癌啊？是的，但如果只是良性囊肿，手术治疗一般就是切除囊肿，但是如果是恶性的，就一定要切除卵巢。其实你也不必太担心，你可以先和家人商量，但不要拖太久。谢谢。刚才医生说的话，你可以帮我保密吗？尤其是思远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生病的事。你没有听到医生说你的情况最好不要再拖了吗？有些事情确实不能再拖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术？明天吗？我可以留下来陪你的。我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。你都还没有答应我，能不能够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也要答应我，尽快的接受治疗。我自然有分寸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煮了粥，原本想拿到医院去。你饿了吧？嗯。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吗？你身体没事吧？你还加了葱油啊？我记得你不喜欢青葱，却喜欢葱油香。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煮粥的时候。是啊，那是按照着妈的方式来煮，但是一不小心，粥就煮焦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才刚来新加坡念书。我是一边工作，一边念书。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打工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对。但是你始终都没有开口约过我出去。我不敢高攀。在大学，你可是风头人物。那个时候，为了学生会的自主权，你办讲座、搞联署，公开挑战管理层，到最后他们不得不在校务会议上同意让学生会的成员加入，才平息了那场抗争。你知道吗？你的那张革命照片啊，到现在还挂在学生会的办公室里。我以为你都忘了，没想到你还记得啊！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我见过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知道你外遇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后来冷静的想一想，我们的关系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我有一定的责任，所以我想弥补。我拿假，希望和你还有思远一起去旅行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。直到我见了他，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太迟了。陈实，
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就是因为你重感情，所以就算你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，你都开不了口。我相信你爱过我，以前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只是你现在爱的人是他。对不起。既然你开不了口，那这个坏人我来当吧。我听说先开口的人比较不难过，毕竟这是自己的决定。我希望将来没有这么怨恨，我想我自己要开心一点。真是。我们离婚吧。哎，为什么证人？有人辞职吗？玉婷昨天辞职了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这里没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玉婷分手了是吗？不说也行，不想太多人知道你们的事情，我懂的。其实我刚知道的时候很生气，大家都是合伙人，你也知道我喜欢玉婷，为什么不提一下我？你这不是在耍我吗？不过后来我想想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明白的。现在玉婷辞职了，我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。不过你真了不起了。一副顾家好男人的外表，居然会出轨，左右逢源，还可以全身而退。我真想向你讨教讨教。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个事情。干嘛？敢做不敢跟别人讲？我也是受害者。你要去哪里？回我妈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辞职？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？打电话给你不接，讯息也不回，现在还请事假。你要我去哪里找你？怎么跟你商量啊？我们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我不想再听他们的闲言闲语。补习中心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对不起，最近家里有事。是他有事吧？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可以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我是狐狸精，抢别人老公做第三者，我都无所谓。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三心两意、摇摆不定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要怎么做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配合你。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要我怎样？我们接下来会怎样？对不起，玲丽她生病了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那我呢？陈氏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？
你回来了，汤煮好了，我盛一碗给你喝。你把工作也辞了，总算和他断绝关系了。新的工作就慢慢找吧，先休息一会儿。没事的，事情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来，汤趁热喝。你怎么？有点反胃。这个是你最喜欢喝的汤啊，怎么会反胃？是不是太累了？好不好了？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下。早 ，Boss， 提醒你，今天下午3点有行销组的会议，5点有小组的例行会议。那，这什么？你忘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也是公司的周年晚宴。今年的主题是动物之夜。我真的忘了。哎呀，即使你记得，你也不会花时间去准备，所以我就帮你弄了一套，当做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你真的把我当成恐龙上司啊 ？Boss， 你是这样看我的啊？我可是把你当成绝种好上司。谢啦 ，Boss。你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？公司周年庆这么无聊的事情，忘了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？你家人，你有帮你庆祝吗？你和你先生还好吧？Boss， 我先出去了，记得下午3点哦。妈咪，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？我正在准备你的生日蛋糕。会尽早，不过晚上有个公司的周年纪念晚宴。喂，林小姐你好，这里是程天明律师事务所。程律师这边想请问你，这个礼拜哪一天方便下来律师楼谈一下离婚的细节？喂，林小姐，林小姐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星期比较忙，迟一点再约可以吗？谢谢。麻烦你帮我把它包起来，我想要把它当成是生日礼物送给我老婆。好的，那先生请您稍等一下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找陈师的。找陈师找到这里来，你不觉得自己过分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，你能不能让他来见我？你们的事跟我无关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之前你在我家说，一个人越炫耀，越说明他缺少什么。你说的对。我对你说的那番话，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信心。比起你和陈师的15年，我和他的半年确实不算什么。我知道你们这15年可以走到今天，确实不容易。身为陈师的同事，思远的老师，你的朋友，
我的确不应该践踏你们对我的信任，破坏你们的家庭，甚至伤害私人。但是我对陈实的感情已经陷进去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。可是到今天发生这种事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你是来向我告解的吗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到我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们的事，请你们自己解决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耗。我怀孕了。妈咪，Happy Birthday！ Daddy， 我上网看视频，准备做蛋糕送给妈咪。你呢？你准备了什么啊？我已经签了，离婚吧，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。离什么婚啊？你们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突然又要离婚了？骗人！骗人！哎，思远，见到我为什么没反应？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思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要帮妈咪庆祝生日的吗？怎么了？你别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咪签名了，他们真的要离婚了，他们骗我，骗我。一个女人一辈子会爱上几个人？一个、两个，还是三个？据说黑颈天鹅是最专情的动物，它们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一旦找到了真爱，势必相伴一生。如果其中一只天鹅先离世了，另一只只会每天挂念它的伴侣，忧郁过活，宁可下半辈子孤单寂寞，也不再另寻伴侣。因为真正的爱，一辈子一次就够了。小心。啤酒。乖。不开心的事，今晚就比较香了 ，OK？ 嗯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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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嗯。Sorry， 对不起啊。过来。凯文，对不起。记住，记住。原来搞一只恐龙不容易。你还好吗？你 OK 吗？怎么又是你？林毅，林毅，小朋友不要激动。你到底跟他做了什么？应该是同行吧？什么同行？这一行是不是 comfort 的呢？姐姐已经说过了，不想再见到你。失去的话赶快走，不等着我拆路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再说你们两个人年纪相差那么多，这种理性的姐姐是不会对你有意思的。倒是我手上有几个 client 特别喜欢你这种小鲜肉，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你啊。不是孔明轩啊！不要打脸，不要打脸，大家都是靠脸吃饭的。滚！你到底是这倒霉？你喜欢姐姐，就让给你吧。出来！干什么啊？明明我才是恐龙，现在怎么变成你是恐龙？你说，你为什么是恐龙？啊？我的酒啊，我的酒不可以浪费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玩这种。OK， 我就陪你玩这种。我来了。我老公不要我，现在连你也嫌弃我。我40岁有错吗？我在公司尽心尽力，对家庭全心全意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不爱我？
婚。他说我难搞，难沟通，全公司上上下下都说我很难顶。我那么努力做每件事情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弟兄，男人40一枝花，女人40烂渣渣。我40岁我就活该这样吗？离婚就离婚，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快点祝我生日快乐！快点！生日快乐！给许愿。我10岁的时候，我许愿我天天开心。我20岁的时候，我许愿我大学可以顺利的毕业。我30岁的时候，我许愿我一家人可以永远开心的幸福生活。我40岁的愿望，希望我可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不要事业，我不要婚姻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不准剪，不准剪，不准剪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剪。不准剪，不准剪，不准剪。怎么样？想到要吃什么了吗？还没想到。不如吃那家吧，我记得你喜欢吃他们的Caesar salad。但我现在不想吃啦。你累了？不会啊。那不然我们还是吃那边的Caesar salad。可是我还想吃对面那条街的炸鸡。那不如我们打包炸鸡，再打包Caesar salad回家吃吧。可是我已经走了半个小时，我又饿又累，我不想再走了。那我过去买，你在那边等我。好啊，谢谢你，玉婷姐。喂，小心啊！啊！怎么样？可以起来吗？虽然医生说你的脚只是扭伤，不是骨折，你还是得要特别小心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刚刚医生已经说了一遍，护士又说了一遍，你就不用再重复了啦。干嘛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明明知道玉婷她怀孕了，怎么还叫她去买什么炸鸡呀？哎，
是我自己主动说要去买的。现在开车的人都不长眼睛，如果不是思远及时叫着我的话，被撞的肯定是我。我会帮你向学校请假，这几天你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。在家很无聊哎，我撑着拐杖还是可以去学校上课的啊。No， 万一你的伤恶化了，那可是要打石膏的。打石膏很帅啊。好啦，休息就休息。哎，刚刚才说休息啊，那你现在又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喝水。我去帮你拿。哦，陈师，反正这几天我不用回补习中心，不如我过来照顾思远，顺便帮他准备3餐。我看不了，早餐我可以帮他准备，午餐和晚餐我们都可以叫外卖，反正现在外卖很方便啊。他现在行动不方便，有一个人在家照顾他也是好的啊。可是你需要多休息。我需要的是多活动活动，反正我一个人在家也是要准备自己的3餐，这边有思远陪我。思远，对吧？那好吧。来，让我看看你们买了什么东西。番茄、鸡胸肉、花椰菜、胡萝卜、玉蜀黍。其实你不需要为思远而忙，一天要煮3餐，那会把自己搞得很累的。我没事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思远还是很关心我的，而且还是因为我才会受伤的。我照顾他也是很应该的啊。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，其实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想要借由这次的机会，来修复我跟思远的关系。而且，我们很快就要是一家人了。你什么时候产检？我陪你去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以为我们不可能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现在好像美梦成真哦。你来啦！我买了一些干货补品给安哥安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嗨，玉婷姐。思远说，很久没有见到阿嬷了，要跟我们一起去。是我临时决定的，玉婷姐，你应该不会介意我当你们的电灯泡吧？当然不会。不介意就好。弟弟，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等一下我要靠在你的肩膀睡觉。好，我的大小姐。阿公、阿妈，我们来啦！哎，思远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一路上有没有塞车？没有啊，爸，一路都很顺畅。安哥，你就是玉婷，坐这么久车不辛苦吧？不辛苦，怎么会辛苦呢？你是小孩子，当然不辛苦啦。人家玉婷现在有了身孕了，当然不一样啦。知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爸，男的女的不都一样吗？不用讲了，这一胎肯定是男的。
我之前给阿志算过命，说他命中有一男一女啊。我原本还以为那个算命的不准，哈哈！你看我这个老糊涂，在这里跟你说那么久，来，快进来，进去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把行李放到房间去。我给你倒杯茶。哦，不用了，安哥。还叫我安哥，应该改口叫爸啦。阿公，阿妈嘞？阿妈，不要提她了，一大早就心情不好，没事乱骂人。刚刚阿公无端的被骂了一顿，我现在还在外面晒咸鱼。我先去找阿妈。老太婆就是脾气不好，你们不用管她。哎，思远，你吓死阿妈！呀，我疼阿妈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舍得吓死你？幸好阿妈没有心脏病，要不然给你这一下还得了？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我给你拍拍胸口，定定睛，就不怕了。没事，我只是咳嗽而已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大人，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些话的？谁教你的？这里很大风，为什么不进去坐？阿公说你心情不好，我当然要出来陪你啊。你爹地妈咪离婚了，我心情怎么会好？你也很难过吧？你妈咪怎么样？我以后啊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她。哎呀，阿妈，你不要这样说啦，又不关你的事。教出这样的儿子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那个女人也一起来呀！放心，阿妈说过，谁欺负你妈咪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他以为跟着来，我就承认她是我的媳妇。告诉你，陈家大门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进来的。我就知道阿妈最好了。你进去。人来就好，何必破费买东西？陈师说你喜欢吃腊肠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干货，还有这些补品，是给你和安迪补身子用的。雨欣，你客气了，你肚子里的金孙就是我的最好礼物了。安迪，妈。老大，你看玉婷多客气啊，买了很多补品，还有我喜欢的腊肠哦。我们这里买不到腊肠啊，只有新加坡带过来的才好吃啊。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这些都是加工食品，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有，不知道里面添加了多少的味精和添加剂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还有你啊，胆固醇年年增高，还吃腊肠，你是嫌家里的床睡得不舒服呢，还是觉得医院的床比较好睡一点啊？妈，就算真的是这样，也不用这么说话吧？是啊，玉婷也是一番心意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够周到，安迪，下次我会细心点的。哼，人老了不中用了，说话也没人听了。好，以后我就不问不说，早死早好。什么早死？你会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的。来，喝茶。还是思远啊，最懂我的心。阿妈心里不舒服，陪我进去。走，我们这种乡下地方什么都没有，就太阳特别大。阿斯他妈也一定晒咸晒多了，心火有点大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他气消了就没事的啊。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想要教训我啊？是不是那个女人不开心，你觉得心疼啊？我就知道，她最会演戏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
妈，不要叫我。我之前说过，没有把老婆哄回来，你不要再叫我妈。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又怎么样？你这样是强人所难嘛。哼，你结了婚还跟其他女人鬼混，你又不说是强人所难。我告诉你，我只承认林丽是我唯一的媳妇。你妄想呢？我对那个女人好，要是不满意的话，带她走，免得我心烦。你真是要我这么做吗？现在带她走，从今以后不相往来。我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犯了很大的错，可是现在无论我说什么，都已经是于事无补。林丽已经跟我离婚了，而玉婷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，我已经对不起林丽，我不能再辜负玉婷。妈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不要再为难她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算这笔糊涂账。你是我儿子，林丽是我半个女儿，我可以不原谅你吗？只是我们欠林丽太多了。哇，今天的饭菜这么丰富啊！今天诚实亲自下厨。爹地知道阿妈心情不好，特地煮了这么多菜来给你吃哎。安迪，你的饭。来，小心啊！哇，这条鱼看起来很好吃哎。那当然了，这条鱼啊，可是你阿嬷最爱吃的潮州蒸鱼。妈，你说你好久没有吃我煮的菜了，这几天我天天煮给你吃。你说话不算话，我先听着算。我已经好些年没吃过阿诗的厨艺了，没想到还是那么好吃。当然啦，爹地的厨艺啊，一直保持在相当的水准。爱吃就多吃一点。以前呢，我和你阿公每天要到巴萨卖菜，家里所有的事情呢就由你爹地负责，所以啊，他从小呢就学会煮饭，哪像你啊，哼，这么幸福等着吃。以后蒸鱼要注意火候，这鱼蒸得太熟了。哦。安迪，来吃炖羊肉。妈，这是玉婷她的拿手好菜。这羊肉太烧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？羊肉不烧哪里好吃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人家已经低声下气这样子了，你还想他怎么样？你以为我故意找茬是吗？我真的觉得这羊肉太烧了，我吃不下。你还讲？你们都不相信我啊？阿妈，不要生气啦。都帮着外人。妈，玉婷她不是外人。是，又是我说错了，我以后什么都不说。阿妈，他不是我们是，不要浪费了一桌好菜。安迪，我来帮你。安迪，我昨天是做的不够好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。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，你要我怎么做才会接受我？我接不接受你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你是诚实的母亲，也是我孩子的阿嬷。20离婚了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以后不用再刻意的讨好我，免得你为难，我也难受。难道我喜欢陈曦有错吗？喜欢一个人没错，
但是喜欢阿石就有错，他已经结婚了。你不要在我面前扮可怜，女人我见得多了，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我没有。你明知道对方已经结婚了，还故意接近，破坏别人家庭的人，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更厉害，啊，事后呢还可以假装没有事情发生，昧着良心当思远的老师，这证明啊，你是一个不简单的人。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一个自私自利、不简单的人当我的媳妇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摆飞心机。